江湖传闻有豆沙大理石卖到了398，吓得我赶紧来做一个，哎，省钱了。豆沙大理石吐司不光纹路好看，实际上它的口感也非常的好，褪去了吐司的 Q 弹，多了一点扎实的松软。这一口咬下去，满满的红豆香。推荐你们都做一次啊！即使现在不做，收藏起来。这个教程也是超多的干货，超多的细节。好，来看做法。出黄油外的所有材料放进搅拌桶，牛奶是冰的，慢速搅拌到成团，然后转高速到初级扩展阶段。这个吐司使用的面粉有一点特殊，不光要用到高筋粉，还要添加一些低筋粉。虽然纯高筋粉的吐司可以长得很高，但是我们这个豆沙大理石吐司呀，因为需要反复的折叠，所以面团不需要有太大的弹性，要有塑形能力。添加一定量的低粉，不会让你的面团很快的回弹，整形更加的顺手。那成品的口感也是断口性强，和豆沙馅更般配。面团揉好后，把它拍扁，用保鲜膜包起来，放进冷冻30分钟。今天我使用了一半的油豆沙，一半的水豆沙，把它们捏匀，这样拼起来呀，馅料不至于那么腻。并且塑形也不差，不信你们都试试啊！这样的方法比油豆沙的口感会好很多。把豆沙擀成20×20厘米的方片，然后也放进冷冻里备用。面团冷冻半小时后取出来，用擀面杖给它擀成20厘米宽、40厘米长的面片，保持厚度一致。接着把冷冻好的片状豆沙放在面片上，豆沙不要放得太往上，上边留一点出头，把它折叠下来，然后把底边也折叠上来。完完整整的包裹住豆沙，两边的宽度不要超过豆沙馅太多，最好是整整好好包裹住豆沙，不会留有太多的空白。这样呢，最后出来的大理石吐司呀，纹路肯定会更好看，更加的清晰。然后把两面都刷上面粉，因为豆沙包裹在面团里，可以先用小擀面杖压扁压实。擀面的时候呢，就从中间出发，不要从下一直擀到头。发现了一个小气泡，用剪刀给它剪开，气泡放掉以后再捏紧。接着用擀面杖还是擀成宽20厘米、长40厘米的长方片。旁边没有擀好突出的部分，用擀面杖和手协同，稍微整整形。我们随时去给它整形，最后擀出来的长方片也会很立整。宽至少20厘米，长至少40厘米。然后给面团进行3折。大家记得啊，因为豆沙包裹在面团里，所以刚折好的面团开始整形的时候，先用擀面杖按压的手法，把面团按扁按服帖一些再去擀，并且每次擀面都要从中间出来，不要着急一步到位，慢慢的擀也可以给面团松弛的时间。擀到边儿的时候，擀面杖要松开，别使劲的往外推，以免豆沙爆馅儿。这次擀到宽20厘米。长50厘米，然后给面团再一次4折。记得啊，刚才是3折，这一次是4折。如果还没有折之前就爆馅了，那这第2次折叠你可以选择3折，就是和刚才一样的折叠手法。其实第2次3折呀，出来的纹路也很好看。不过追求完美，想卖398的朋友啊，请你再坚持4折一下。折好包上保鲜膜，再放冷冻10分钟，10分钟再取出来，表面刷上高筋粉，再次用擀面杖稍微滚压一下。继续擀到宽20厘米、长30厘米，接着纵向对折，折好后用手按压扁。现在就可以开始切割了。切割的时候呀，要选择比较锋利的刀啊，这样切出来的纹路更好看。先在面团上比划着1分为4，再沿着刀印切开。这吐司整形其实很简单，中间即使豆沙破了也不要气馁，继续往下做。太黏的地方撒上一些膏粉，最后出炉的效果都不差。切好了，用手稍微抻一抻，抻长一些，然后从中间开始编辫子。这辫子的手法啊，就是你压我，我压你，具体看视频的操作吧。你压我压我压你，编起小辫儿停不下来。你静音也没关系，一键3连可不可以？好嘞，漂亮，完美。这2头压扁的地方往下收，捏起来放进450克的模具中，湿度75%，温度在37度左右。我发酵了1个半小时，发到9分满，然后盖上吐司盒盖，上火200度，下火180度，烘烤40分钟，直到上色。哎，你们说这吐司能卖上398吗？
算了，我也挺心虚，抹个0吧，98怎么样？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为珊妮做面包的珊妈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这是沈阳人入冬前最冷的一个月了吧？不是你们还啥也不敢吃吗？在家求着冷啊，必须要吃点香香甜甜的东西。家里这么冷，连乌龟都不吃食儿了，但我想吃啊。那天做巧克力手撕吐司的时候，记得有人提了一嘴蔓越莓奶酥吐司，就做它吧，吃一片就满足，甜中带酸，酸里有甜。天冷了，都来手揉吧，把热量消耗掉再吃，岂不是很完美？咱不用盆了啊，今天在桌上揉，省得你们眼红那个木盆。先把高筋粉、细砂糖、奶粉倒在揉面板上。拌匀，这时候啊，你还没有添加盐。手揉面团，我非常建议你把盐推后放。至于为啥啊，盐有收缩、增强面筋的作用。你先把盐放进来，面筋劲儿大，揉起来你想想是不是更吃力？拌匀干粉中间挖一个坑，坑的直径大一些，水在中间才会更浅，不容易溢出来。把清水、全蛋液、干酵母都添加进来，先在中间这3个食材呀，给它和拢匀。揉面尽量戴上紧一点的不粘手套。一点一点的把四周的面粉均匀的给拨进来，你可以用手指去划拉中间这个面浆，观察它能划出不太容易流动的纹路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这个液体它不会乱流到失控了，就可以大胆的把面粉拨进来，上手去揉面。先和成一个粗糙的面团，桌上别留太多的碎面，经常把它们刮回来，不然这些碎面特别容易变干，再揉进面团里就会形成小疙瘩，揉不开。一开始不好揉啊，多搓一会儿它就会又柔软又光滑了。搓到它光滑，就说明这里边所有的食材啊已经混匀了。到这个时候啊，就不用再一直搓了，一是比较累手，二来呢手掌是有温度的，容易搓到面团的温度太高。建议你多摔打，更轻松一些，也可以帮面团散热。摔打个5分钟，别偷懒啊，使劲摔，加速摔。你要是偷懒，它就会表现在面包上，这吐司打不出模，长不高，吃起来口感就偏干硬。所以说这5分钟要积极的去摔打，有除湿机的话，这个力道就相当于它的高速揉面档位。摔打以后，面团非常的柔软，可以拉伸出一个厚一点的膜，不容易破才对啊。如果膜非常容易破，那你就看是不是面团温度太高了，破口不规则有锯齿状，可以放黄油和盐了。面团尽可能给它摊大一点，经常看我手揉的同学啊，应该能知道这一步啊。抹上黄油和食盐，然后把这些东西卷进去，不管揉啊还是抓呀，总之这一步啊，就是先把黄油揣进面团里。搓一会儿，看不到黄油后，再来摔打5分钟。这样呢，一整套手揉过程就做完了。你的面团如果好好的摔打过的话，一定能扯出一个非常薄的手套膜。揉好的面团先测一下温度，不要超过26度啊，温度太高面团就容易烂。我这个最终温度是24.5度，它就是很健康、有韧性、不易破，不容易破才能包得住发酵产生的气体。你看啊，这个膜它就比较坚韧，可以拉伸到很薄，透出指纹的程度。戳破它，破口很圆滑，跟第一次的破口是不是不一样？揉好了啊，滚圆后松弛半小时。我家现在温度是18度，可以放在稍微温暖一点的地方，盖上一个潮湿的布，也不要太湿，也不要太干，松弛30分钟。有人说为什么不是1个小时，而是半小时呢？因为半小时后啊，这个面团要给它分割一下，1分为2后再滚圆，继续松弛半小时。那这样面团微微的发酵，又不会发太大，导致增加整形的难度。每个面团大概247克。分割后收圆，收口朝下，继续盖上湿布，松弛半小时。这个功夫来做一个奶酥馅儿。黄油提前放在30度的烤箱或者什么地方啊，充分软化。软化到位后，这个馅儿啊就特别好做了。加入细砂糖或者糖粉拌匀融化。
再加入全蛋液搅匀。最后放奶粉拌匀就可以了。奶酥馅做好，放在室温备用。松弛的时间到了啊，可以整形。先给它擀开。擀成一个长25厘米、宽20厘米的薄厚一致的长方形。抹上大约80到90克的奶酥馅儿。然后撒上蔓越莓，从上到下一边给它拉长，一边卷起来，然后卷下来以后呢，这个收口，然后再给它捏牢，包上保鲜膜，放在冷藏再松弛30分钟，能让它稍微硬一点，更好切。而且冷藏后啊，切口也会更好看。先撒上粉，再适度的把这个条拉长一点。这个时候啊，不要使劲拉，拉不动你就停。接着呢，纵向切3条，再给它编个3股辫儿。卷起来放进250克的模具。如果你只有450克的模具呢，那就要把这2个面团全塞进那个450克模具里。接着呢，放进烤箱啊，或者是温暖的地方，大概35度的温度保湿发酵到9分满。发酵好啊，表面刷全蛋液。烤箱上火150，下火200度，烘烤25分钟左右。刚出炉的时候，它是最好吃的了，整个屋子里都充满着甜甜的奶香味儿。还有啊，友情提示一下，如果你喜欢吃巧克力味儿的吐司，那我建议你去翻一下我前2期有一个巧克力手撕吐司，真的是好评如潮了，也是手揉面团，不骗你，快去做，手揉的好时机到了，动起来吧！下期见，拜拜。双重巧克力手撕吐司，不用机器制作，这个太好吃了。每一片吐司都包裹着浓郁的黑巧，层次分明，柔软化口，一片一片的停不下来，撕着吃特别的过瘾。那今天咱就手揉这个双重巧克力吐司，跟我一起学习手揉巧克力面团的方法。揉面之前，我们先来做一个巧克力夹心。如果你想吃纯巧克力吐司不用夹心的话，就可以跳过这一步。先加热一锅水，煮沸的话，把这个水端下来。不要边加热边融化巧克力，会导致水油分离。放一个厚一点的玻璃碗，倒入1比1重量的巧克力和淡奶油。接着呢，隔热水把淡奶油和巧克力给融化掉，多搅拌，慢慢的加热后啊，巧克力酱就融化了。那我们巧克力酱额外取出25克，稍后和面团加一起，会让你的巧克力面包体味道非常的浓郁。剩下的巧克力酱现在还很稀，先不要用，放冷藏等它凝固一下。我发现我揉面这个小木盆可馋坏你们了，每次上镜都有好多评论问我链接，可是我真没有。很早以前在实体超市买的，把高筋粉、可可粉、细砂糖这种干性材料都放进来，糖量不大，不会过甜啊，不要减糖。把干粉类的给和弄和弄，中间挖一个坑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挖坑可不是玄学。当你把液体倒进来，如果有坑，液体就在坑里；如果没坑，液体就流到了盆边了。盆边水多呢，就会粘上去很多干粉，你再往下 K 就很辛苦了。先挖个坑，把液体提前拌匀，慢慢的把干粉给拨进来。这么讲你们该懂了吧？先和成面絮，用刮板刮一下盆子边上的干粉，
这个干粉呢，如果在旁边挂的时间太长，它会变潮，然后就不好揉匀。那这时候啊，可以看一下啊，揉着揉着，盆底啊就被刮到没有干粉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下手揉了。这里现在是没有酵母，也没有盐。如果你那边天气热，就可以使用这种后放酵母的方法来揉面。以防止中途发酵了啊，一发酵呢就容易产生热量，面团一升温，越揉越烂，越不起劲儿，揉到表面粘手，完全没有干粉的状态。然后表面稍微补一点水，或者是抹一层油，防止它结干皮。接着呢，盖上湿布，我们放在冷藏，给它静置1小时。这个面团是可以放过夜的啊，最少放置1小时后再用。静置1小时后就能达到这个状态，扯开它非常有劲儿。你可以拉伸一张很大的膜，取出来放酵母，但酵母不能直接放，准备一点水，再把酵母放进来。干酵母搅得化开，看不到颗粒的时候，抹在面团上，要摊开抹。接着继续把酵母揉进去，先用面团把这个酵母包好。因为是刚从冷藏里取出来的，面团里含有一定的黑巧克力，所以呢，一开始面团就有点硬，慢慢的揉透了，它就软了。这时候啊，酵母完全被揉匀了，面团也柔软了。再摔打3到5分钟，你3分钟也可以，5分钟更保险，可以自己选择。然后表面特别光滑了，再给它静置5分钟来拉伸薄膜。你们别嫌静置费劲，我把该什么时候静置啊，多久都给你们摸清楚了。借用这个巧劲儿啊，就特别容易出膜。现在看一下是放黄油之前的状态，它有一定的延展性，能拉开一个膜就叫延展性。但拉伸的时候也是有点阻力的，这个阻力就叫韧性。现在可以放黄油了，把面团摊开。对了，先把盐加进来，均匀的撒上来，再加入无盐黄油，用手温软化黄油，涂抹开来。你摸一下这黄油没有化不开的硬块的时候啊，再把黄油给包起来，面团折过来。一开始黄油和面团并不容易混合，多抓一抓，给它抓烂抓碎。你也可以一直用撕扯的方法。撕扯一会儿啊，黄油就溶开了。然后还是搓洗抹布这个手法来搓面。直到你完全看不见油光，就说明它已经全部把黄油吸收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就开始摔打，还是3到5分钟。到这一步呢，面团就揉好了，扯开看一看，这个膜是不是还可以？它破口也很光滑，没有齿状。然后滚圆，盖上湿布，室温发酵半小时。半小时到了，咱就可以整形了。这个面团啊，可以做450克吐司一条，擀开成长度40厘米、宽20厘米的长方形。擀好翻过来，光滑面朝下放。冷藏好的巧克力酱是这种状态的，它应该是没有一点流动性，但是又很容易抹开的状态。如果放久了，它就会过硬，那你拿出来在室温下要再缓化一会儿。巧克力酱的量啊，我给的很足，可以厚厚的抹上一层，两边稍微留一点空白，然后从上到下稍微紧一点卷，就是一边拉伸一边卷。
卷好以后捏紧收口，用保鲜膜包住，放冷藏静置10分钟。冷藏后，这个面团就更容易切开，而且它里边卷的巧克力酱也更稳固，不会乱流。10分钟后啊，取出来撒一层干粉，然后把这个长条搓到50厘米长。接着开始整形，整形方法你可以参考我视频里这个操作。现在要注意把切口朝下摆放，卷起来。如果刚才没有冷藏卷的时候，就会掉下来很多巧克力酱。那这些巧克力酱呢，刮回来抹在面团上就好了。接着给它放进450克的模具，直接在烤箱里就去发酵了。如果烤箱没有加湿的模式啊，你可以把吐司壳盖盖上，保持表面的湿度。发酵好以后啊，我们喷一点水在表面，然后可以撒一些杏仁碎啊，或者奥利奥饼干碎。这高度大概是8到8.5分码。吐司最高点距离和边缘有2厘米。因为不需要盖盖子烤啊，烘烤的温度是上火低下火高。烤好出炉，震模具倒出来，一气呵成，千万别等太久。然后晾个10分钟后，撒一层糖粉更好看一些，不筛糖粉也可以。喜欢吃巧克力的话，你就做吧，没有黑科技，全是黑巧的香浓。好了，我收工了，有问题评论区找我吧，拜拜。